終結者突襲俄軍，你以為這是哪個二流導演編制的電影，還是火力軍用了形容詞？不，試想一下這樣一個畫面，你是一名俄軍狙擊手，你屏住呼吸，死死盯着瞄準鏡，突然樓梯口傳來一陣沉重的腳步聲，你毫不猶豫地扣動扳機，一發大口徑穿甲彈精準命中了入侵者的胸口。但是沒有慘叫，沒有倒下，甚至沒有一滴血濺出來。那個頂着彈孔的身影僵硬地轉過頭，兩顆紅色的光學攝像頭死死鎖定了你。就在最近，一段模糊的戰場測試影片在军武圈裡徹底炸開了鍋。主角不是什麼五代機，也不是核动力航母，而是一個造價只要15萬美金，甚至比一發反坦克导彈還要便宜的人形機器人。他不僅走出了實驗室，甚至已經被美國偷偷送到了前線。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不是電影，不是未來，而是真是上過戰場的人形作戰機器人，幻影 MK1。那麼面对俄軍，他的表現如何？他的任務是什麼呢？巷戰、陣地戰，還是實行斩首？當我們聊起人形機器人，大家的第一反應肯定是波士頓動力，那個會後空翻的阿特拉斯，或者是馬斯克那個端茶倒水的柯博文。很多朋友可能會問，美國軍方真要搞機器人戰士，直接砸錢買波士頓動力或者特斯拉的不就行了嗎？幹嘛非得找一家名不見經傳、名叫基石的初創公司？是这家初創公司有着什麼連特斯拉和波士頓動力都沒有的黑科技嗎？我們先說波士頓動力，它確實厲害，動作極其絲滑，簡直就是機器人界的奧運體操冠軍。但它有個致命的弱點，它太嬌貴了。以前的阿特拉斯用的是液壓驅動，液壓這玩意兒在實驗室裡確實力量大，但在滿是彈片和泥坑的戰場上簡直就是個悲劇。只要被一塊崩飛的碎石子劃破了液壓管路，這台幾百萬美金的體操冠軍就會像大出血一樣噴出一地的高壓油，然後瞬間癱瘓，變成一堆昂貴的廢鐵。戰場需要的是皮實耐操的悍馬，你非要派一輛底盤貼地的法拉第去越野，這不是找死嗎？那馬斯克的柯博文呢？柯博文確實是純電驅動的，成本也被馬斯克壓得很低，但他的定位是一個在工廠裡擰螺絲的上班族，或者在家裡幫你疊衣服的保姆管家。它的關節扭矩、裝甲防護和機動速度根本不是為了擋子彈設計的。這就好比你就算給家裡的掃地機器人綁上一把菜刀，也沒法替代特種部隊去衝鋒陷陣啊。這時候技術公司帶着他們的幻影 MK1 出場了。這家公司從畫第一張圖紙開始就沒打算讓這台機器去翻跟頭，也沒打算讓它去伺候人。他們對比的就是終結者，這玩意兒誕生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戰爭。它到底有什麼與眾不同的新功能？憑什麼是世界上最適合打仗的機器人？核心商業機密就是3個字：耗材化。第一，它徹底拋棄了嬌貴的液壓系統，全身上下用的都是高度集成的高扭矩電機，動作也許沒有波士頓動力那麼像人類，甚至走起路來還有點像僵屍。但沒關係，電機的好處就是結構極度簡單，不怕漏油，而且抗震。第二，它是真正的模塊化樂高拼接。在戰場上，如果 MK1 的左胳膊被 RPG 火箭筒炸飞了怎麼辦？換做別的機器人，得拉回後方的維修廠，找幾個高級工程師修半個月。但在 MK1 這裡，前線的步兵只需要拿出一把電鑽，擰下4顆螺絲，從後備箱裡掏出一條新的機械臂，咔嗒一聲接上排線。5分鐘，只要5分鐘，這台機器就能重新站起來，拍拍身上的灰，繼續去踹敵人的大門。第三，也是最讓對手感到絕望的，極其變態的性價比。15萬美金一台，這是什麼概念？美軍現在打一發標槍反坦克導彈，連彈帶發射器都要快20萬美金了，更別提培養一個19歲的海軍陸戰隊新兵了。你要花19年的時間等他長大，要花幾十萬美金給他發工資，買醫保，做戰術訓練。一旦他在戰場上陣亡，五角大樓還得支付高昂的撫恤金，政客們還得面對國內鋪天蓋地的反戰遊行。但 MK1 呢？15萬美金，流水線一開，一天能生產幾百個。他不需要吃飯，不需要睡覺，沒有心理創傷，更不會在戰壕裡寫遺書。你發現了嗎？幻影 MK1 之所以能被五角大樓相中，成為世界上最頂尖的陸戰機器人，不是因為它的 AI 能回答各種問題，也不是因為它的外表有多酷炫，而是因為它簡單直接地把戰爭從拼人命的階段降到了拼工業產能的階段。紙面数據吹得再響，終究只是 PPT 裡的玩具。在那個沒有規則、只有生死的真實修羅場裡，這台廉價的塑料與金屬結合體到底能發揮出怎樣的破壞力？2026年2月，五角大樓幹了一件極其瘋狂的事，他們把2台還在測試期的 MK1 秘密運到了當今世界最血腥的試煉場烏克蘭的東部戰線。
當那些沒有痛覺的鋼鐵士兵真正踏入被重炮離了一遍又一遍的城市廢墟時，他顛覆所有人對戰爭的認知，好戲上演了。我們把視線拉回2026年2月的烏東戰場。最近網絡上流傳着很多所謂的實戰影片，畫面裡 MK1 端着步槍，雙眼冒着紅光，像真人一樣在戰壕裡瘋狂掃射。在這裡，火力軍必須給大家交個底，那些全都是假的。如果哪個網紅告訴你現在的 MK1 已經在烏克蘭單槍匹馬屠殺敵軍了，那他絕對是在侮辱你的智商。真實的戰場遠比科幻電影要枯燥，但也更加殘酷。根據目前確切的情報，這2台 MK1 在烏克蘭並沒有開過一槍，他們幹的活聽起來甚至有點卑微，跑外送。別着急笑，當你知道他們是在什麼環境下送貨時，你絕對笑不出來。在東線那種爛泥潭裡，當敵人的152毫米重炮瘋狂離地時，哪怕是身經百戰的老兵，也會把身體死死縮在彈坑裡，捂着耳朵，祈禱下一發炮彈別落在自己頭上。恐懼是碳基生物活下去的本能，但這2台 MK1 呢？他們抱着幾十公斤重的彈藥箱和補給，直挺挺地站了起來。他們沒有心跳，沒有腎上腺素，根本聽不懂炮彈劃過頭頂時的尖叫。彈片在他們身邊炸開，泥水濺了他們一身，但他們不會趴下，只會邁着堅硬的步子，踩着爛泥，把前線步兵急需的子彈送進彈壕。你看明白了嗎？ MK1 目前在烏克蘭展現出的最大威懾力，不是它有多準的槍法，而是它無視死亡。正是這種對生死的極度冷漠，讓美國海軍陸戰隊徹底興奮了。美軍高層心裡非常清楚，像機械公敵裡的大規模機械軍隊，當前根本不現實。這款機器人在可以看見的時間點上，真正的舞台根本不是在開闊地带和人对狙，而是步兵永遠的噩夢 CQB， 也就是室內近距離戰鬥。什麼叫 CQB？ 說白了，就是幾個小兵端着槍去清剿一棟滿是敵人的廢墟大樓，推開一扇門，拐過一個樓梯角，門後是一把上了膛的霰彈槍，還是一條拉了弦的半發雷，你根本不知道。這完全是在拿命去賭博。過去幾十年，美軍是這麼幹的，他們只能硬着頭皮讓剛入伍的年輕新兵當尖兵，一腳踹開大門衝進去。無論哪個國家 CQB 的傷亡都是最大的，都叫它肉身盲盒。但現在有了幻影 MK1，這套沾滿鮮血的步兵戰術被徹底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美軍設想的場景是這樣的，在一棟殘破的居民樓裡，一隊陸戰隊被一挺死守在地下室的重机槍壓制住了。強攻一定會死人，呼叫空中支援，炸彈可能會把整棟樓連同人質一起埋了。這時候隊長做了一個手勢，一台幻影 MK1 像個毫無情感的搬運工一樣，手裡抱着一整塊C4炸藥，大搖大擺地走了出去。他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找掩護，他徑直走向那扇厚重的鐵門，地下室裡的机槍手瘋了一樣朝他開火。子彈打在他的胸甲上，火星四濺，打斷了他的一根脈絡排線，機油順着大腿往下滴，但他連晃都沒晃一下，因為他的底層代碼裡根本沒有疼痛和後退的指令。他走到門前，把 C4 往門上一貼，然後抬起粗壯的機械腿，對着鐵門就是極其暴力的一腳。隨着一聲巨響，大門被炸飛，另一台 MK1 作為第二尖兵瞬間突入。他用極其違背人類骨骼極限的姿態，在0點幾秒內完成了轉身、鎖定、開火。機槍手甚至還沒看清衝進來的是個什麼東西，就被幾發精準的步槍子彈徹底送走。他不需要戰前動員，不需要戰術安排，只要電池還有電，只要馬達還能轉，他就會永遠衝在最前面，去吸收敵人的第一波致命火力。當我們把這種戰鬥力放大到整個戰役層面時，你會看到一種讓人絕望的碾壓。看看對面的俄軍是怎麼打仗的，為了拿下一個陣地，他們需要動員囚犯，需要組建督戰隊，軍官得拿着槍逼着士兵往前衝，用人海戰術去填平火力網。這是一條活生生的人命，一個家庭養育了20年的孩子，在戰場上可能只活不過20分鐘。但美軍呢？抱歉，你的俄羅斯士兵不值錢，你普丁政府把他們當作耗材。但是美軍從進入现代戰爭以來，所有的核心就是取得戰果，避免人數傷亡。他們只是在工厂的流水線上按下一個啟動鍵，一台造價只要15萬美金的鐵疙瘩就下線了。對手在用血肉之軀，用人類最寶貴的生命去填線，而美軍只是在消耗一批隨時可以再造的工業塑料和金屬零件。15萬美金對於五角大樓来說，甚至不夠買一發高級防空導彈的零頭。你大可一口氣放出幾十台 MK1，像狼群一樣湧入敵人的陣地。就算他們全被打爛了，只要能換掉對面哪怕一個訓練有素的老兵，甚至是暴露了对面的火力點，這筆買賣就已經是賺翻了的。這種用工業流水線去瘋狂消耗敵方有生力量的戰術代差，是任何加厚裝甲、任何大口徑火炮都無法彌補的。因為血肉之軀永遠拼不過不知疲倦的馬達。但是影片到這裡只講了一半，
這台能在爛泥裡大殺四方的機器到底是怎麼避開繁瑣的軍方審查，以極其不可思議的速度送到前線的。當我們撥開烏克蘭戰場的硝煙，把目光投向幾千公里外的華盛頓，你會發現，在這場鋼鐵與鮮血的狂歡背後，隱藏着一場更加瘋狂的局勢。到底是誰在幕後操盤了這支亡靈大軍？讓我們把目光從滿是硝煙的烏克蘭廢墟拉回到西裝革履的華盛頓。在傳統的美國軍工圈子裡，想拿下五角大樓的採購合同，簡直比登天還難。通常情況下，一款新武器從畫圖紙、立案、反覆測試到最後列裝，沒個10年8年，連門都摸不到。大名鼎鼎的 F-35戰鬥機硬生生折騰了快20年才徹底成型。但是，即使這家原本默默無聞的初創公司，卻打破了所有規矩。短短18個月、1年半的時間，他們僅僅靠着幾套 PPT 和幾台當時還在漏油的原型機，就一路殺出重圍，直接拍板拿下了五角大樓2400萬美金的第3階段研發合同。他們憑什麼能插隊？這絕對不是靠什麼極客精神，而是一場完美的直擊人性弱點的大師級推銷。這家公司背後站着2個精明的合夥人，一個是典型的硅谷技術狂魔，名叫 Sankt， 他負責把那些冰冷的齒輪、電機和代碼捏合成一個會走路的杀人工具。但光有技術打動不了五角大樓那幫挑剔的將軍。這時候，另一個關鍵人物出場了 ，Mike 不是什麼西裝革履的華爾街精英，他是一個真正上過戰場，在伊拉克吃過沙子的前海軍陸戰隊老兵。在五角大樓的秘密聽證會上，麥克根本沒有像其他科技公司那樣去吹噓這台機器的算力有多強，關節有多靈活。他只用了一句話，就讓在場的所有美軍高層陷入了死寂。他指着大熒幕上的 MK1 對將軍們說：“先生們，我曾經在費留吉的街道上，眼睜睜看着我19歲的兄弟被冷槍打死。這台15萬美金的鐵皮箱不會感到害怕，不會流血。有了它，我們就再也不用愧疚地給那些年輕人的家庭寫陣亡通知書了。”這句話簡直就是一顆精準命中美國軍方的穿甲彈。美軍怕花錢嗎？每年上千億的軍費，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他們根本不在乎錢，他們真正怕的是犧牲。於是 MK1 項目一路綠燈。不過，一個退伍老兵的煽情演講只是搭建了一個舞台。在這個水深的華盛頓，主角另有其人，埃里克·川普。沒錯，就是現任美國總統的二兒子，川普集團的執行副總裁。他以首席顧問的身份悄然入局了這家創始公司。當政治家族的權力網絡與硅谷的尖端代碼死死捆綁在一起時，事情的性質就徹底改變了。這不再是一項單純的軍事防禦計劃，它變成了下一代美国軍工複合體最龐大、最核心的第一基本盤。5萬台，這是華爾街與五角大樓在會議桌上共同勾勒出的未來量產藍圖。5萬台 MK1 意味着一座座拔地而起的超級兵工廠，意味着成百上千億的軍工股票分紅，更意味着一張由資本和權力編織的免死金牌。但最可怕的還不是這些天文數字般的鈔票，而是這種武器正在剝奪人類對於戰爭的恐懼。打個比方，過去川普想要發動一場戰爭，他必須在椭圓形辦公室裡反覆權衡，因為只要戰爭一打響，蓋着星條旗的棺材就會源源不斷地運回國內，新聞媒體會24小時輪番轟炸，失去孩子的母親會在鏡頭前痛哭，華盛頓的街頭會擠滿舉着牌子抗議的反戰人群，選票會流失，總統的政治生涯可能會直接終結，這些就是發動戰爭的政治成本。但是，當5萬台幻影 MK1 被推上前線時，這一切都將不復存在。戰場上依然有槍炮聲，依然有建築被炸塌，但運回美國的不再是犧牲的士兵，而是一堆冒着黑煙的廢鐵。你會在乎你家裡的掃地機器人被撞壞了嗎？你會在大街上為一台報廢的洗衣機遊行抗議嗎？當然不會。15萬美金換一條絕對聽話、永遠不會抱怨的機械，沒有撫恤金，沒有老兵創傷後遺症，更沒有電視上的反戰抗議。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未來的美國政客再也不用為戰爭的死傷背負任何心理負擔和政治代價。只要國庫裡還有錢，只要流水線還在運轉，他们就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毫無顧忌地掀起一場腥風血雨。但是我們要問出那個令全世界政府首腦擔心的問題：把戰爭的鑰匙完全交給一台機器，真的萬無一失嗎？當五角大樓的將軍們正在為零傷亡沾沾自喜時，美國頂尖高校的教授表達了他們的擔憂：這到底是未來戰爭的紅利，還是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五角大樓的政客們在面對媒體和國會質詢時，總喜歡拍着胸脯保證一件事：大家別怕，我們有一套極其嚴格的人在回路機制。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機器人只負責跑腿和瞄準，最後那一下扣動扳機的權利，絕對一定必須掌握在後方人類操作員的手裡。沒有人類的點頭，他絕對不敢開槍。聽起來是不是安全感拉滿？但在真實的戰場裡，這句話的真假還有待考證。加州伯克利大學教授史都華曾公開表達對這種無人化戰爭的擔憂。他在聯合國演講提到，
人形作戰機器人是堪比核武器幾倍的災難。它的核心觀點就是軍方不可能把開火權交給人類，而是不斷下放給機器人。請大家試想一下戰場極端情況， MK1 正在清理一棟信號極差的地下掩體或者更槽，敵方開啟了全頻段的強電子干擾。在那一刻，這台機器人和後方指揮所的無線電聯繫就像一家穿了3堵牆的路由器一樣，徹底斷網了。就在這個時候，門後突然跳出一個端着 AK-47 的游擊隊員，槍口直指 MK1 的腦袋，留給 MK1 反應的時間只有區區 0.1 秒。如果按照軍方那種冠冕堂皇的規定， MK1 必須先把畫面傳回總部，等操作員喝口咖啡，按下同意開火的按钮。但在斷網狀態下，他連半個字節都傳不出去，那他該怎麼辦？難道就呆呆地站在原地，挨上一梭子子彈，眼睜睜看着自己這15萬美金的鐵皮變成一堆廢銅爛鐵嗎？別天真了，寫代碼的硅谷工程師絕對不會讓這種事發生。當通訊鏈路斷裂，當生存遭到絕對威脅的那 0.1 秒裡，系統底層的某個隱藏協議一定會瞬間激活，那道原本用來鎖住惡魔的人類確認程序會被機器毫不猶豫地自動繞過。在那一瞬間，開火的權限就從人類的手裡徹底交給了幾行冰冷的代碼。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撕開一條縫，就再也合不上了。連現在最頂尖的自動駕駛汽車都會在大馬路上把白色的卡車車廂認錯成天空，直接撞上去。憑什麼相信一台被丟進廢墟、滿身泥漿的殺人機器不會產生視覺幻覺？各位觀眾，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時代的落幕。那個由拿破崙、巴頓將軍和無數人類士兵書寫的、充滿了勇氣、犧牲與榮譽的戰爭時代，正在被工業流水線上源源不斷走下來的機械碾碎。從軍事上講，機械代替人是不會有任何弊端的。但是從現實講，羅素教授擔心的事情確實有很大概率發生。5萬台幻影 MK1 僅僅只是一個開始。就在我們聊天的這會兒，機師公司的實驗室裡，載重更大、裝甲更厚、機動性更變態的 MK2 甚至 MK3 早已經在路上了。當幾萬台、幾十萬台不知疲倦、沒有痛覺的機器像蝗蟲一樣覆蓋整個戰場，所以屏幕前的你，如果在未來的某一天成為了一名前線指揮官，面對极其慘烈的傷亡，你敢把開槍的權限徹底交給一台15萬美金的機器人嗎？你認為傳統的血肉陸軍在這群不吃不喝的金屬大軍面前還能撐多久？好了，關於 MK1 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你們認為人形機器人會是災難還是大勢所趨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